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手握47亿票房，却从不炒 CP， 赵今麦凭什么越炖越能打？高考文化课524分，表演专业全国第一，16岁手握近47亿票房，23岁成为00后首位3平台热度破万的女演员。赵今麦的履历，每一行都够闪。但闪归闪，他似乎从不急着把这些高光变现。新剧无可替代刚刚杀青不到1年，他在品牌活动上只淡淡说了句应该快要见面了，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预热，没有密集的综艺刷脸，履历越亮，节奏越慢，这种反差才是真正值得拆解的东西。用作品说话的人，不需要简历。赵今麦的作品表几乎是一条从童星到一线的完整抛物线。8岁参演不能没有娘入行，凭借《巴啦啦小魔仙》里的林美琪被一代人记住。此后小别离我的体育老师，让国民闺女4个字牢牢贴在身上。真正让她跳出名气圈层的是2019年的《流浪地球》。14岁的她穿着60斤重的宇航服在密闭影棚连续拍了4个月，最终影片拿下46.9亿票房，她也获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提名。此后的路径更像是有意为之的去标签化。开端里的李诗情循环10几次，恐惧、崩溃、强撑，全靠微表情层层递进。豆瓣8.2分。提名第35届华鼎奖当代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。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里的罗琦琦，倔强少女的别扭与自尊，她用一个低头的沉默就交代清楚。在暴雪10分度华年漂白，樱桃琥珀骄阳似我。校园、古装、悬疑、现偶、职场题材跨度极大，却没有一部让人觉得她在重复自己。学业那条线同样扎实，高中3年拍了9部戏，文化课524分考入中戏，表演专业全国第一。拍摄《流浪地球》期间，他穿着几十斤防护服拍完一条，休息间隙坐在边上背台词，刷文化课习题。这种碎片时间的利用，不是天才式的突击，是长年累月的惯性。横向来看，同期不少流量小花走的是高曝光、快产出、题材扎堆的路子，作品数量不少，但口碑波动大。赵今麦的选择恰好相反，重质不重量，每一步都在拓宽边界，而非在舒适区里打转。无可替代，不是冲刺，是蓄力后的释放。2026年8月5日，赵今麦以品牌代言人身份亮相成都。一身黑色高马尾造型被网友称为千金驾到。活动直播中被问及新剧，他只说了句无可替代，应该是快要见面了，有消息会跟大家讲。语气平淡，像在说一件已经准备好，只等时机的事。无可替代于2025年8月开机，10月杀青，拍摄周期约3个月，由陈明章执导，张威编剧，为大勋特邀主演，优酷全网独播。赵今麦在剧中饰演职场精英徐迟，秉持这一生绝对不能被别人替代的信念，在咨询业厮杀，表面干练狠辣，私下却有社交恐惧和原生家庭创伤。这个角色与他此前被熟知的李诗情、林妙妙、罗琦琦截然不同，从校园到职场，从青涩到狠戾，是一次明确的类型跨越。更值得注意的是节奏。杀青至今近10个月，他没有急于用各种物料轰炸观众，而是让作品在后期制作中慢慢成熟。这种不急于兑现热度，让作品自己说话的做法，与他一贯沉下去的策略一脉相承。别人在抢档期、抢热搜，他在等一个准备好了的时刻。做减法的人反而被记住了。在信息过载的行业里，赵今麦几乎是反流量的标本。不常驻综艺，不刻意炒 CP， 非必要曝光能减则减。
2023年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表演《新春蹦蹦》，那是他为数不多的大型晚会亮相。其余时间，他把自己藏在角色后面。这种做减法的选择，在短期内可能显得不够红，但从结果看，他反而强化了演员而非明星的身份认同。观众提到他，第一反应是角色李诗情、罗琦琦、聂曦光，而不是绯闻或热搜词条。行业里不乏频繁曝光却作品口碑下滑的案例，曝光量与作品质量之间的剪刀差正在越拉越大。赵今麦用持续的低调换来了一种更稀缺的东西，观众对他下一部作品的信任。他的业内口碑也在佐证这一点，多次被剧组工作人员评价没有明星架子，工作认真。这种评价不是营销话术，是长期合作中自然积累的结果。钝感不是笨，是一种长线策略。钝感这个词用在赵今麦身上需要重新定义，不是迟钝，是不取巧。别人用台词演戏，他用沉默演戏；别人追求高光时刻，他让角色沉下去。开端里没有一次靠嘶吼抢戏，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里，一个低头就胜过千言万语。这种演法很笨，不炸裂，不炫技，却最接近生活本身的质地。放在职业发展的维度里，这种笨恰恰构成了3种优势。第一是口碑的复利效应，每一部作品都在往上叠加信任，而非透支。第二是抗风险能力，不依赖单一题材或单一人设，题材跨度本身就是护城河。第三是观众关系的长期构建，在造神又毁神的行业里，不被捧杀，不被透支，反而走得更远。当然，挑战也在逼近。00后实力派赛道日趋拥挤，如何在保持定力的同时持续突破舒适区，是摆在面前的真实课题。无可替代的职场题材已经是一次试探，但试探之后能否站稳，还需要作品本身给出答案。保护色还是竞争力，也许本就是同一件事。赵今麦的钝感，在这个追快、追爆、追热搜的行业里，既像一层保护色，也像一种被低估的竞争力。它让他避开了很多短期诱惑，也让他在长线竞争中积累了别人难以复制的东西，不是流量，是信任。这种路径能走多远，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答案。但至少目前看来，他用最不讨巧的方式，长成了最能抗戏的模样。你觉得在当下的娱乐环境里，慢下来到底是一种冒险，还是一种更聪明的选择？